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分享时刻。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大家推荐一本改变无数人思维方式和人生轨迹的书籍《价值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张磊，他不仅是高瓴资本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，更是一位在投资界和商业领域有着深远影响力的思想领袖。张磊先生以其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将价值这一概念从投资领域延展到人生的方方面面，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系统而实用的思维框架。价值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投资的书籍，它更是一本关于如何塑造个人价值、创造社会价值以及实现人生意义的指南。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我们常常感到迷茫和困惑，不知道该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。而《价值》这本书就像一盏明灯，为我们指引出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。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在你的生活中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是金钱、地位，还是内心的满足和成就感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却直指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价值观。而《价值》这本书正是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和定义这些价值观的利器。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张磊先生的故事。在创立高瓴资本之前，张磊曾在美国留学，并获得了耶鲁大学的硕士学位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他结识了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首席投资官大卫·史文森。在史文森的指导下，张磊不仅学到了先进的投资理念，更深刻理解了价值投资的真正含义。正是这段经历奠定了张磊日后事业成功的基础，也为他撰写《价值》这本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见解。第一部分，价值的定义与核心原则。在《价值》这本书中，张磊首先为我们定义了什么是价值。他认为，价值不仅仅是金钱或物质上的回报，更是一种长期、可持续的创造和积累。价值投资的核心在于寻找那些具有长期增长潜力的企业和项目，并通过耐心和智慧实现价值的最大化。张磊在书中详细阐述了价值投资的核心理念，即找到最好的公司，做时间的朋友。这意味着我们要关注那些具有强大护城河和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，并通过长期持有来分享企业成长的红利。这一理念不仅适用于投资领域，更可以应用于我们的人生决策和职业规划。那么，如何在生活中应用这一理念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培养一种长期主义的思维方式。这意味着在面对选择时，我们不仅要考虑眼前的利益，更要关注长远的收益。例如，在选择职业时，我们不应只看重薪水的高低，而应关注这份工作是否能让我们不断成长和积累经验。书中提到一个经典案例，亚马逊公司。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2000年，亚马逊的股价一度跌至个位数。然而，那些坚持长期主义的投资者，并没有被短期的市场波动所左右，而是看到了亚马逊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巨大潜力。最终，亚马逊的股价在随后的几年里一路飙升，为这些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。第二部分，价值创造的路径。接下来，张磊在书中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价值创造的路径。他认为，价值创造不仅仅依赖于个人的努力，更需要借助团队的力量和社会的资源。因此，如何构建一个高效的团队，如何整合资源并实现共赢，是每一个追求价值创造的人必须思考的问题。张磊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。他认为，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就像一个生态系统，需要各个参与方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。在投资领域，这意味着我们要关注那些能够构建良好生态系统的企业，并通过投资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同样可以应用这一理念。例如，在创业过程中，我们不应只关注自己的利益，而应考虑如何与合作伙伴实现共赢。通过构建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，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源和支持，从而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腾讯公司。腾讯通过构建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，将社交、游戏、支付等多个领域整合在一起，为用户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。这种生态系统的构建，不仅为腾讯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，也为整个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。第三部分，价值投资的实践。在《价值》这本书中，张磊还分享了许多关于价值投资的实践经验。他详细介绍了如何进行企业分析，如何评估企业的内在价值，以及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和管理。这些实践经验，对于每一个希望在投资领域有所建树的人，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。张磊强调，价值投资的核心在于对企业的深入分析和理解。他提出了护城河理论，认为一个企业的护城河越宽，其内在价值就越高。在评估企业时，我们需要关注其商业模式、管理团队、市场竞争力等多个方面，并通过严谨的分析和判断，评估其未来的增长潜力。在实际操作中，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企业分析。首先，了解企业的基本情况。
包括其主营业务、市场定位、财务状况等。其次，分析企业的竞争优势，评估其护城河是否足够宽。最后，预测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，并结合市场环境，评估其投资价值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阿里巴巴。在阿里巴巴上市之初，许多投资者对其商业模式和盈利能力持怀疑态度。然而，那些深入分析其内在价值的投资者发现，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领域的领先地位，以及其强大的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，构成了其坚实的护城河。最终，阿里巴巴的股价在随后的几年里一路飙升，为这些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。第四部分，价值与人生。除了投资领域，张磊在《价值》这本书中还探讨了价值与人生的关系。他认为，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和决策都应该以价值为导向，无论是职业选择还是个人成长，我们都应该关注那些能够为我们带来长期价值的事情。张磊提出了价值人生的概念。他认为，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财富和地位上，更体现在他对社会、对他人所做的贡献上。因此，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，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为社会创造价值，如何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。首先，明确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。其次，选择那些能够为我们带来长期价值的事情，例如学习新技能、拓展人际关系等。最后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为社会做出贡献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比尔·盖茨。比尔·盖茨在创立微软公司并取得巨大成功后，并没有止步于个人的财富积累，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慈善事业中。通过创立比尔及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，他为全球公共卫生、教育等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。通过以上对《价值》这本书的详细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张磊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，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系统而实用的价值创造和实现路径。这本书不仅适用于投资领域，更可以应用于我们的人生决策和职业规划。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和决策，都是我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机会。让我们以《价值》这本书为指引，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，积极追求那些能够为我们带来长期价值的事情。无论是在投资领域，还是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落，我们都应当时刻牢记，价值是一切成功的基石。如果你也想在人生的旅途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，如果你也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，那么我强烈推荐你阅读《价值》这本书，相信它会为你带来全新的视角和深刻的启示，帮助你开启一段充满意义和成就感的人生旅程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有所启发。如果你对《价值》这本书感兴趣，不妨找来一读，相信你一定会从中受益匪浅。祝愿大家在追求价值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谢谢。